台湾最大忽略的是系统化作战的实力。现在世界上最强的军武国家有2个，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至少美国还干得出东西。那台湾研发的这些东西怎么说？反舰大部分都是至少6马赫以上。那我们的基德机要用什么挡这些？不可能挡得住这个。我超爱这一台140坦克，非常大的突破就是使用了柴电复合动力系统，还有7油6主动防御系统，可以主动发射类似像导弹一样去拦截反坦克导弹、火箭，甚至是炮弹。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次到底有什么新的军武。首先，本次阅兵上的分列式方队几乎全部换装了新一代的 QBC-191自动步枪，这其实也是191步枪在我国阅兵场上的首次亮相。在徒步方阵后面是由战旗方队引领的我军7个装备作战群方队，领先登场的是地面突击方队，22辆新型战车呈舰型排列，包括新型 99B 坦克、100坦克和100支援战车。其中 99B 坦克虽然在外形上和大家熟知的 99A 坦克相差不大，但其通过技术融合和功能扩展，大幅提升了信息化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增强了机动性和多元目标火力打击，以及在复杂地域环境和恶劣气候下成员持续作战的功能。在 99B 坦克身后登场的就是大家期待已久但保密到最后1秒的100式坦克。这是我国第一款第4代中型坦克以及接炮的100式坦克支援车。等一下，我的 PPT 里面都有。了主动防御系统，配备了可以拦截小型无人机的拦截弹，同时其应该采用的是无人炮塔射击，将所有操控人员置于车体前部的加强保护舱内，通过相控阵雷达和360度全景影像系统实现全方位战场态势感知，大幅加强了坦克及其成员在当前无人机为王战场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和防护效率。同时，视频中可以看到，在100式火力支援车的后部还配有一架车载旋翼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可以前出探测侦察，实时获取战场信息，进一步加强我军坦克编组联动和对战场环境的整体把控。此外，驾驶员配备新型可视化头盔或 AR 眼镜，可实时显示车辆数据，并对坦克周围进行360度的观瞄，以先于敌方做出反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93大阅兵今年的新装备又比起以前又多了很多。那这次的93大阅兵呢，第一个已经营造出来一种类似像当年唐朝的万国来朝的这个形象。刚才历史哥给大家看的那个影片里面，他有提到，就是新步枪，其实191式步枪，它看起来已经全面的配置，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部队还拿着95。第一个万国来朝的部分的话，一共有26国的元首正要到场，尤其是印尼的总统。印尼本来前一阵子在天下大乱，总统在当天早上还特地赶过去，趁着国内的状况比较平息的时候，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普丁跟金正恩就是真的就是做一左一右。东南亚国协部分10国就到了6国，包含柬埔寨、越南、老挝，就是台湾这边称叫辽国、印尼、马来西亚、缅甸的元首都到了。第一个是这个新步枪的部分，可以看得出来，它一共有长短3种不同构型，包含步枪、卡宾枪、冲锋枪的。然后很明显的一个可以看到是，所有的枪上面都有新式的光学瞄准镜，他们已经全面用光学瞄准镜取代了传统钻孔准星瞄准的方式，非常大的进步。你一个正常视力的人，大概你拿着钻孔准星能够打到200米，已经算你非常厉害了。但是当你一旦有瞄准镜上去的时候，你的接战距离至少可以延伸到至少300米。陆战的当然第一个打头阵的就是 99B， 它有几个改良的部分。第一个是它的机枪塔从前面的进在车长环的那个部分，它换成了一个遥控的。然后车长的瞄准镜的部分 ，99B 比 99A 的看起来要小了一点，但是据说效果更好，而且有整合镜热显像。炮管上面的话，它一样有激光测距仪，侧面的话它有被动发射器，这个可以发射不论是烟幕弹啊，或者是干扰片那种东西，可以用来干扰反坦克导弹。来，麻烦下一页。这个我超爱这一台的100式坦克。100式坦克，这个是一个非常崭新的设计。大陆那边宣称的是说，这次所有展出的都是已经在现役的装备。那他们每次基本上这种阅兵的原则都是这样。大家就看到100式坦克，它很特殊的一点是，它并没有再继续追求比125口径更大的主炮，而是往后退了一档，回到105公里的主炮。炮管的长度跟125的主炮几乎是一样长的，所以合理的怀疑倍镜可能从52倍镜提升到了56甚至57倍镜。炮管上的延长是有助于增加炮口出速的。另外一个关于100式很重要的特点呢，它是使用的是无人炮塔，所以大家看到整个阅兵从头到尾，它前面就总共只站了2个人。当然无人炮塔的话，它当然也是采用了自动装弹的技术。合理的猜测就是它另外一个回到105主炮的理由是，因为105主炮的炮弹是带弹壳的，而不是像125的主炮是弹头跟药包是分离的。事实上有弹壳的炮弹，当你像 M1 坦克一样，它放在炮塔里面，尤其是在炮塔的后部，万一被打中了，它有机会喷焰冲出去，舱室里面的人员来讲相对会比较安全。而且
105的，它是因为它是有弹壳的炮弹，它在自动装弹机的使用上来讲的，应该会弹头跟药包分离的125设计上来的更容易。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炮塔，它左右是各涂出来的。它如果说是用2-3种不同的炮弹的话，左右两侧它可以摆放不同的弹种。这个非常大的突破就是使用了柴电复合动力系统。那历史哥可以点一下那个连结来对比一下，就是 99B 的纯柴油机跟它的这个柴电复合动力系统的声音到底差多少。这是标准的柴油坦克啊，这 99B。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上面是一个遥控的12.7的枪塔，然后它的那个车长的那个观瞄镜也在那个中间，所以它事实上左右相对来讲也有比较好的保护。它有4面相控阵雷达，它的相控阵雷达看起来好像是分成2块它有一块正方形的，另外一块长方形的比较小，所以合理的怀疑它事实上是有2个波段在操作，不知道是不是跟军舰上面一样，一个是 S 波段，一个是 X 波段。然后它的那个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全景式的传感器，这个包括就是可见光的跟热显像的。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那个头盔戴上，它坐在舱里面，它事实上可以透过车的钢板看到外面整个360度全景的景象，就很像那个 F-35战斗机里面基本上看出去的情况是差不多。它有机油6主动防御系统，中间左边那个图它上面有左右各4颗那个是可以主动发射，类似像导弹一样去拦截，不论是反坦克导弹、火箭甚至是炮弹。麻烦下一页我们看100式支援战车，大概可以了解为什么它会叫支援战车。它在帮前面2种坦克99B跟100式多了可以看得更远的眼睛跟可以张得更开的耳朵。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它会叫支援战车。第一个，它本身也是用无人炮塔，它的无人炮塔上面它有一个30mm 的机炮跟一个7.62的同轴机枪，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打击软性目标，偶尔兼打一下无人机。它跟100式一样，它使用的是柴电复合动力系统，它的引擎舱是放在前面，不是像坦克一样是放在后面。看起来这辆车的编组是有4个人，那我在猜想为什么会有4个人，前面100式坦克只有2个人，那2个人事实上要维持一辆坦克的一般日常的维修工作相对来讲会是比较吃力的。但是如果说你一个编组里面是有一辆100式坦克跟一辆100式支援战车，6个人维持2辆车会比2个人维持1辆车稍微轻松的多。当然100式支援战车它也是有4面相控阵雷达，车顶还有再多一个大的相控阵雷达。最重要的是它本身是有带无人机的，合理的怀疑它事实上它有带巡飞弹。舱门的旁边多凸出来的部分，那上面有2个孔，我一直在猜那个是不是里面有装2个小型的巡飞弹在里面，这个是为什么它叫支援战车的原因。也就是说在一整个装甲的编组里面矛头是99B， 100式战车它是负责侧翼，支援战车它就负责提供从天上到雷达的征收，整个四周环境体系态势的更新。2栖跟远火的部分，2栖攻击车实际上就从08式轮式步战车衍生来，上面可以装105毫米的突击炮。大陆那边的话122毫米的炮是下到所有合成旅的标准的炮兵支援火力。那远向火的部分呢，这次展出的就是 PH191， 它是370mm 的8枚，这个射程的话有300公里，所以它光这个的射程就已经跟海马斯战术导弹的射程是一样的。再来的那个就是后面有2管大的，就是 750mm 的，一次可以装2枚，那个射程就有500公里，就是之前在演习的时候可以从台湾岛上空飞过去的，应该就是这个。而且我看过一个他们做吊挂更换超快的，他们现在就是后面会跟着补给车，上面就有相似的，不管是小的大的都可以现场更换，马上可以再打。它就随时可以依据任务的需要，然后做不一样的组合，这个是远向火最大的好处。不像海马斯，海马斯如果你一旦装了战术导弹的话，你就只能装一发，你就不能装火箭弹。反舰的部分的话，他们这次也是全部都是新玩具第一个是鹰击15，以整个尺寸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小型化的鹰击12，看起来应该飞行速度也是可以到4马赫没有问题，但是射程上面也许会比鹰击12略短一点，可能从400公里降到300公里，但是可以搭载的平台会增加很多。另外一个新的是鹰击19，大家看到它那个头非常的特殊，因为它是用超燃冲压喷射发动机。超燃冲压喷射发动机它的一个特点是它一定要在3马赫以上，它才能够点燃，它才能够有发挥它的效果出来。所以你看到它后面它本身是有相当长一节助推火箭在，主要的目的可能也是为了潜射，所以这个鹰击17、鹰击19可能都是为了潜艇用的。根据所讲的，这照理说都是现在已经在服役的东西。我只是比较好奇，那我们的基德级要用什么挡这些？因为这大部分都是至少6马赫以上那些基德只有老式的那种标准2，不可能挡得住这个。这个我看连伯克要拦大概都很吃力这些东西主要的目的是针对美国海军。台湾最大忽略的是系统化作战的实力。
现在世界上最强的军武国家有2个嘛，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美国比较虎还是中国比较虎？这很实际哦，因为体系化作战真的是让我看到真的很惊人。再问一个问题，至少美国还干得出东西，那台湾的研发的这些东西怎么说？